嘉义梅山的云之南步道风景如画，沿着步道走，不只可以眺望太平云梯，还可以逛老街哦。在13、14观景台360度环绕茶园的美景，漂亮的凤梨田超适合来一场空拍。高跟鞋教堂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，都能感受到它的美丽。漫步太平云梯，挑战全台最长、海拔最高的景观吊桥，搭乘蒜头糖厂5分车，感受最慢的糖铁与最快的高铁连结。你看过用上千只蝴蝶标本环绕而成的双螺旋彩蝶柱吗？在嘉义最美餐厅克洛斯的花园享用美食，是否有置身国外的感觉呢？台湾独一无二的3D 立体彩绘村，好美丽！立体彩绘有够厉害！台湾一共有3个地方设置有北回归线标志，嘉义水上乡是其中之一哦。你看过拥有一身卷毛、宛如绵羊的猪吗？这种猪早期可是匈牙利皇族专用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这次我们来拜访这个有着好山好水的嘉义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你的鼓励是我们制作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哦。太平云梯，走162甲上太平，最让人期待的风景，莫过于嘉义县观光局特别为太平36弯设计的弯道的拥抱剪纸艺术。每一个转弯处都有一句为旅人打气鼓励的标语：路很弯，心却很暖哦。有人会晕车的吗？别担心，因为第36弯已经到喽，准备下车。这里就是全台最长、海拔最高的景观吊桥——太平云梯。太平云梯全长281公尺，位于海拔约1000公尺处。从这里不仅能俯瞰嘉义的广阔风光，还有机会欣赏壮丽的云海景色。站在太平云梯上，将知名的名山36弯及周边的茶园美景尽收眼底，这可是一次不可错过的视觉飨宴哦。云之南道步道，穿过太平云梯，Emily 今天计划沿着云之南道步道漫步，前往老街品尝美食。这条步道全长787公尺，虽然不算长，但一路穿梭在翠绿的茶园中，仿佛走进一幅静谧的山间画卷，疗愈感十足。如果你来梅山造访太平云梯，绝对不要错过云之南道步道。它不仅能让你感受茶园的清新魅力，还能为你的旅程增添难忘的回忆哦。Emily 太喜欢这里了，跟着 Emily 的镜头一起徜徉在这片迷人的自然风光里吧。太平老街，太平老街坐落于海拔约1000公尺的高山间，是一条充满在地风味的老街。来老街就是吃美食。Emily 事先在网络上购买了太平云梯的套票，套票有送冬瓜妹的冬瓜茶，就是这间。听说他们家的独家手做豆羹和总统级茶叶蛋是招牌美食， Emily 当然也要点一份来试试看哦。哇，你看豆羹里满满的酱汁，味道浓郁又入味，茶叶蛋 Q 弹扎实，散发着诱人的中药香气，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啊！再搭配上这杯冬瓜茶，那就太棒了。还有这件网友推荐的油炸高丽菜包， Emily 也没错过。酥脆的外皮包裹着满满的高丽菜和冬粉，热乎乎地吃上一口，瞬间驱散山间的寒意，实在过瘾呢。最让人惊喜的还是 Emily 最爱的地瓜烧，冰凉 Q 弹的口感搭配自然的甜香，每一口都幸福满满，超级好吃。Emily 来到一间贩售苦茶油的小店，
店里的老板娘热情又亲切，不仅详细的介绍了苦茶油的制作过程，还请我们试喝。浓郁的香气和温暖的滋味，让人瞬间爱上这份天然的健康美味，好香哦！1314观景台，1314观景台是海曙山的最高点，海拔达1311公尺，观景台高度为3公尺，加起来刚好为1314公尺，象征着一生一世的浪漫爱情宣言。从这里可以俯瞰瑞丰村的壮丽全景，海曙山绵延的翠绿茶园，这是知名广告御茶园的拍摄地哦。景观台最大的亮点当然是瑞丰1314爱情塔喽，上面的标语写着有爱大声说 Say yes loudly， 简直是告白圣地，带心爱的另一半来这里，绝对浪漫本分。我们今天是看导航来这里的，殊不知导航把我们导到一条又陡又窄的山路，完全无法会车。开了一小段，我们就后悔了。Emily 赶快下车，徒步走了一小段路，终于遇到了当地的居民，才知道原来这是上山的捷径。哦，算了吧，还是赶快倒车，吓死人了。竹崎车站，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业铁路平地段的最后一站，也是展开登山旅程的重要起点。过去在蒸汽火车的时代，火车抵达这里后，必须先加水添煤，并且将18公吨的平地车头更换为28公吨的爬山车头，才能继续攀登陡峭的山路。来到竹崎车站，记得前往隐藏在嘉梅台上的观景平台，从这里可以俯瞰林铁的三角线，观赏火车掉头转向的经典场景，绝对值得拍照留念哦。竹崎车站以碧蓝色外观为特色，是目前林铁路线上保存相当完整的停靠站之一，也是这条线上极少数仍提供售票及营运的木造车站。Emily 在拍照的时候遇到一位82岁的老爷爷，他分享了自己年轻时搭乘林铁的回忆，完全看不出来已经82岁了。他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温馨与感动。天空走廊， Emily 今天先走花仙子步道，接着前往天空走廊。花仙子步道巧妙地穿梭在树林间，设计以无障碍空间为主，缓缓向上攀升。据说整个步道建造过程中没有砍伐任何一棵树木，展现了极高的工程水准与环境友善理念，真的令人佩服。天空走廊到喽！这座步道的最高点离地面达19公尺高，走在步道上不仅可以吸收满满的芬多精，还能体验镂空地板的特别设计。Emily 虽然有惧高症，但这次完全不害怕，还来回走了2趟哦。大家假日有空的话，不妨也来试试这条隐藏在公园里的天空走廊，亲身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吧。嘉大昆虫馆，隐藏在嘉义大学里有一座很神秘的昆虫馆，不仅将森林搬进室内，还拥有超美的蝴蝶温室花园。球形的温室内设有步道，让游客可以悠闲漫步，近距离观察蝴蝶的生长过程，感受大自然的奥妙与美丽。馆内1楼的展览区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昆虫标本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台唯一的彩蝶柱，由上千只蝴蝶标本组成，呈现出双螺旋的造型，在灯光照射下散发出迷人的光彩。馆内还展示了1:14倍放大的昆虫仿真标本，让人惊叹昆虫的巨大模样。
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昆虫的结构和秘密，馆内的显微世界区提供了显微镜观察，让你更深层地探索昆虫的微小细节。Emily 造访时，恰巧遇见了一群小学生来这里户外教学，馆方人员带领小朋友与球蟒进行接触，小朋友们可是一点都没有在怕的哟。射日塔，嘉义公园拥有怀旧的红砖墙，复古唯美，很好拍哟。而隐藏在公园中的射日塔，更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，能够近距离欣赏到美丽的嘉义夜景。射日塔高达62公尺，外形创意取自于阿里山神木中间40公尺高的一线天，这象征原住民的射日神话。射日塔共有12层，其中11楼设有景观咖啡厅。天井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祈福卡，充满了祝福的氛围。而12楼的空中花园更是提供了俯瞰整个嘉义市区和浪漫夜景的完美视角。门票仅需60元。Emily 强烈建议大家搭乘电梯到塔顶，亲自体验这壮阔的景色。这是原始设计吗？还是被恶搞呢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守水社，从射日塔前的楼梯走下去，就能看到守水社咯。当年日本人为了推动日本国家神道和推展皇民化的运动，嘉义厅积极筹建嘉义神社，而守水社正是当时提供参拜者用来洗手和漱口的地方。用意在达到净身净心的效果，挂牌上详细地说明了使用的步骤，大家可以根据指示进行，感受这份日本传统的文化与礼仪哦。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，阿里山森林铁路是世界著名的登山铁路之一，而这个园区正是阿里山小火车的大本营。在这里，游客可以看到多台退役的蒸汽火车、柴油机车、动力客车、货运车厢，还有用来专门让火车头转向的圆形转车台。对于铁道迷来说，这里是个绝对不容错过的车宝库。1983年推出的中信号直达对快，轰动国内外，因此获得了森林中的红色闪电侠这个昵称。Emily 还发现这里有一节利用车厢改建而成的厕所，是不是很特别呢？北门车站，北门车站于1912年完工启用，最初除了担任一般车站的运输角色，还肩负着林木运输以及火车维修与调度的重任，是当地交通与产业的重要枢纽。如今的北门车站分为铁路北侧的新站和南侧的旧站两个部分。北侧的新站负责所有旅客运输业务，而南侧的旧站则被保留作为纪念馆和观光景点。玉正博物馆，玉正博物馆也就是俗称的嘉义旧监狱，是台湾唯一完整保存的日治时期刑务所建筑，也是世界唯二的宾州式监狱。宾州式监狱，也就是大家可能听过的宾夕法尼亚式建筑，目前世界仅存2座，一座位于日本北海道的王走监狱，另一座则是嘉义旧监狱。宾州式监狱不仅是一种放射状的设计风格，实际上更强调的是管理系统，就是说可以从中央台环视放射状监狱，只需要在中央台便能同时关注到有左而右分别为智舍、人舍、永舍等的所有舍房。在嘉义旧监狱的上层阁楼中，供奉着一座神龛，
最初于日据时期供奉天照大神。当嘉义监狱搬迁时，这尊神明并未随着搬迁，至今仍保留在原地，继续接受供奉。每间牢房大约可容纳6到8人，甚至有时候高达10人。牢舍内几乎没有遮蔽物，仅有一个洗手台和马桶。女监又称为妇幼馆，允许3岁以下的孩子进入监狱抚育。女监内设有专门的育婴室，用来照顾这些孩子。因为嘉义旧监狱是台湾唯一开放参观的监狱，所以很多电视剧的监狱画面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哦。其中监监室就是很热门的一个拍照打卡景点。快意生活村，快意生活村成功复刻了旧时林业村的日式宿舍小町风貌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日本的小京都。这里不仅适合带长辈来回忆过往时光，也非常适合假日带小朋友一同来享受美食和惬意的时光。快意生活村全区分为6大主题，除了定期举办艺文展览和表演外，还有许多地方文创店家进驻，成为嘉义必游的经典景点。无论是品尝美食、挑选纪念品，还是参观祈福馆，每个角落都充满美景。快意生活村不仅透过全台最大的日式建筑群，重现了台湾最早的林业村，也是全台第一个森林文创园区。266山 Space， 266山是一间位于嘉义制裁所园区的复合式共享空间。名称灵感来自阿里山最高峰大塔山的海拔高度2663公尺。如果你在附近的景点逛累了，可以来这里吃吃下午茶，小憩片刻哦。Emily 在参观完对面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后，直接就过来喝下午茶。我点了白山拿铁、酥肥香料鸡胸拼盘以及奶酥厚片。虽然是下午茶时间，但因为我还没有吃午餐，肚子好饿啊！不好意思 ，Emily 先来享用美食哦。有没有看起来令人很有食欲呢？啊，对了，266山这个制裁所内的店面只营运到今年12月底哦。因为嘉义制裁所园区内要施工丰原1年，266山将搬到民国路与中山路交叉口附近。我们今天真的太幸运了，能够在搬迁前再次造访这个熟悉又温暖的地方。文化路观光夜市，Emily 今天决定到文化路夜市的林聪明砂锅鱼头创始店吃晚餐。来嘉义玩，如果没尝过这家砂锅鱼头，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这里的汤底是用猪大骨熬煮超过12小时，口感浓郁又香醇，而且还有特制的沙茶酱提味，味道浓烈，沙茶香气十足，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。如果你来文化夜市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错过这道美食哦。Emily 好喜欢这个汤头的味道，好好喝哦。Emily 好想说，老板再来一碗。哦，汤哦，还是赶快走吧，会肥的。北回归线天文广场。北回归线天文广场位于嘉义县水上乡，是一个包含太阳广场、9大行星、戏水区等9大展区的科学文化园区。北回归线是太阳直射地球表面最北端的界限。每年在夏至时，太阳会直射北回归线，这一天也成为北半球白天最长、夜晚最短的一天，位于大约北纬23.5度，标志着热带与副热带的区分。每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，便是北半球的夏季哦。好美里3D 彩绘村。来到好美里，只要拥有这张地图，保证一路顺畅哦。
位于嘉义县布袋镇的好美里，早期曾被称作王港，历经了文港、卫寮等几次改名后，最终地名为好美里。自从更名后，这里在艺术家曾敬诚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下，变得焕然一新。一幅幅创意有趣的 3D 彩绘串起了好美里散步小径，打造为全台湾独一无二的 3D 立体彩绘渔村。Emily 很喜欢画画，对这些彩绘壁画特别有感觉，尤其是那些 3D 立体彩绘，更让人有身临其境、栩栩如生的感受。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欣赏这些贴近生活的艺术作品，保证会有不同的感受哦。高跟鞋教堂，高跟鞋教堂是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以鞋子为造型的最大建筑物。构思灵感来自一段有关乌脚病女孩的感人故事，象征着翻转贫穷、走出幸福的意涵。高跟鞋教堂高17公尺，宽11公尺，主结构由1269根钢架组成，镶嵌了320多片玻璃。由于安装时每片玻璃的角度不同，建造过程需克服高跟鞋的独特曲线和形状，非常不容易哦。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欣赏，都能感受到它的美丽。虽然人潮不像刚开幕的时候那么多，但这个造型独特的装置艺术仍是 IG 打卡热点和拍婚纱照的热门景点哦。朴子配天宫，朴子配天宫拥有超过300年的历史，主神为天上圣母妈祖，朴子市则被当地昵称为有妈祖建立的小镇。这里最著名的信仰活动是牡丹花求子，每年吸引许多信徒前来祈求好运。配天宫大殿前左右各有一株白色和桃红色的牡丹花，信徒会向妈祖跋杯，求的白花生男生，红花生女生。详细的求签流程，大家可以向服务人员询问哦。如果是真心祈求，希望有缘者在妈祖的庇佑下都能心想事成，祝福你们。蒜头糖厂5分车，蒜头糖厂建于1906年，曾是日治时代全台第3大糖厂。然而2001年那莉台风淹水重创了制糖设备，迫使糖厂停止营运。如今蒜头糖厂转型为蔗城文化园区，5分车在111年延驶至高铁嘉义站，并在112年再度延驶至故宫南院。5分车在假日有固定发车时间，平日则采预约制，30人以上的团体可根据需求安排发车。Emily 建议，如果是散客的话，平日出行最好先打电话确认发车时间，以免白跑一趟哦。当然，雷糖厂可别忘了吃冰哦。3只小猪，3只小猪观光农场是一个以童话故事为主题的农场。一入门的巨无霸粉红猪可是人气拍照第1名哦。农场的周围是动物园，拥有20-30种不同的动物，中央则设为游戏区，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玩耍。这里的动物似乎不怕人，会主动靠近游客，特别是对小朋友们来说，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，会乐在其中。游戏区中，孩子们没有玩上个1-2个小时，可能不太愿意离开哟。尤其是可以让孩子自由驾驶的电动车，每到假日时，听说总是大排长龙呢。啊，谁家的孩子啊？跌下来了，这一跌一定很疼吧？我都听到哭声了，好可怜呢。望来山，来采凤梨的望来山却没有看到凤梨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原来这里的凤梨有的刚收成，有的刚结果，还有一些是小幼苗，所以现在来的时机点不对啦。
不过别担心，没看到凤梨，但这里的凤梨田依然很美。跟着 Emily 的镜头一起来欣赏吧。没看到凤梨，却有老板免费招待的凤梨酥。只要游客进来望来山坐坐，老板就会请你吃凤梨酥，还喝一小杯饮品哦。这些由凤来山的凤梨达人精心栽培的凤梨，果然不一样。大家喜欢吃凤梨吗？来民雄就对喽。盖亚庄园，盖亚庄园邀请了迪士尼建筑团队打造，融合了西化神话元素与巴洛克风格，让你仿佛置身于欧洲宫殿。对于喜爱异国风情景点的朋友，赶快把它加入你的口袋名单吧。此外，这里还有全台首座的7星级厕所，每间厕所都以精致礼物的形式呈现，让人惊艳不已。Emily 第一次见到厕所挤满了人，竟然不是来上厕所的，而是来拍照的哟。庄园内部的装潢更是奢华，仿佛进入了神话中的宫殿，整座城堡都很好拍哟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拍出美丽的画面。商品城里还有保养品、精油、面膜、保健食品，让女人不想宠爱自己都难哦。这里还有嘉义最美餐厅克洛斯的花园，餐厅外观设计灵感来自于希腊神殿，主要营造出优雅而放松的用餐氛围。想不想一起来用餐，感受这里的氛围呢？人生是一个不断进步、不断提升的过程，不要害怕改变，要有突破经验的勇气。害怕只是一种你以为它可能会发生的可能，不代表它真的会发生。勇敢向前吧！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一切，那就先从改变自己做起喽。今天的嘉义旅游景点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跟我一起分享哦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期见哦！